我20多岁的时候开始买我的第一套房子啦。我也不知道，我忘记了什么情况之下是有买这个保险。我觉得应该是银行它是 compulsory 要我买的。我有房子是在10年以内供完的。10年以内供完的话哈，我的那个保险，我买的是 MRTA，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 MLTA 的就银行也会退回剩下的那些balance 给我的。对。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Hello， 大家好，我是 Brian。OK，Brian， 其实现在蛮多的年轻人出来买房啊。那我们通常除了介绍这个房产之外呢，我们还会帮他们就是大概的计算一下这一个他们房贷的资格。然后呢，我们也会提醒他们一点啊，就是这一个房屋贷款保险。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其实不知道有这一个房屋贷款保险的。所以今天呢就特地邀请你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房屋贷款的保险。Brian， 你觉得啦，房屋贷款的保险为什么那么重要？然后你有没有什么个案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客户他们那一些没有买到的这个保险的，然后可能真的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对这个真实的个案。OK， 首先刚才你讲到的就是为什么房屋保险会这么的重要了？这样我就举个例子啦。OK， Joy， 我想问一下你本身如果你去买一架新的手机，iPhone 新了 ，OK， 你会帮这架手机粘镜子吗？会就是那个 screen protector。哎呀，我除了粘镜子，我还要买它的 cover。为什么呢？当然是要 protect 我的这个手机，我时常叠手机的。OK， 这是要 protect 它嘛 ？OK， 这样你觉得重要吗？如果是物质，如果没有买保险的话，怎么办好？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很歹罪了。怎样歹罪呢？我打个比方说了，好像说物质，可能你借一个50万，OK， 但是这个50万你跟银行借了。物质虽然名义上是属于你的，对吧？可是抵押给银行了吧？对不对？OK， 这样子现在如果说他说有什么事情，顾客忘记睡醒，OK， 这样子这个物质还需要供吗？需要。OK， 肯定需要供啦。这样子的话，谁会去供呢？你没有在了哦。亲人哦，身边的亲人，可以得到你这件物质的亲人，OK， 名义上可以得到你的房子的亲人，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儿子女儿还是你的老婆对吗 ？OK， 如果是讲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偿还呢，那就真的是歹罪了。就歹罪了，就银行就可能会拿回去来弄了。所以这块就是为什么要这个保险了。对哦，反正就是如果说一个丈夫他没有买这个房屋贷款保险，然后发生什么事不在了，然后妻子又没有工作的话，哇，这个房子就对。所以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了，是这样子的，一个顾客大概是50多岁的男人啦，所以他的生意是那时候也是属于在高峰期，就是做得不错，所以呢本来就是有住着一间房子，OK， 所以那个房子就以前可能10多年前有买到一个保险，然后接下来还在投资2间房产，OK， 房地产是没有买保险，因为他就说，我投资嘛。过几年可能涨价了，我就卖掉了，我就不要保险了。OK， 可是就很意外的，一下子心脏病突发。OK， 这样子的话就怎么办好呢？这个就很惨了。OK， 他的老婆本来是没有做工的，所以就要到处求他的亲戚，看谁可以帮他for这些债务上的东西了。幸好他本身住的那一个房子有买到保险，所以他们还有人住。然后现在呢，就可能他的老婆也是出来自己做工做小贩然后本来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突然间就因为没有做到一个买保险的举动，所以就搞到不是太好了现在的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很抗拒保险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保险也实在是真的很重要。的确是有帮助，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我们是真的会看到有一些个案，不买保险的，可能真的万一发生什么事之后，对那一个房子就真的就不属于你的，除非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他是有能力继续帮你偿还这个贷款的。也是可以这样子说的。可是如果是讲可以借用这个保险的渠道，这个工具，OK。就不需要后面，就算自己有能力都好了，OK。可是用别人的钱来 settle 这个问题，也好过用自己的去 settle 嘛，对不对？对哦。
也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今天的题目呢，就是MRTA 和 MLTA 房屋贷款保险了。那首先感谢 Brian 再次上来我的这个视频，分享买房前必须知道的事情。那 Brian，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在这一个领域的这一个经验。好的，可以。首先我也是要谢谢你再次的邀请我了。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Brian， 本身是一名房贷顾问。OK， 我的公司呢叫做 Ideal Mortgage Specialist， 简称 IMS 啊。在这个房地产的贷款领域呢，已经超过了16年。OK， 所以我也是在这个领域已经是做了8年，成功的已经帮助了500个家庭买上了他们想要的梦想家园。OK， 就是这样子了。OK， 好，热烈欢迎 Brian。OK，Brian， 开场的第一个问题。OK， 好。开场第一个问题，我写下很多问题啊，可以，你要准备一一的回答。没问题。你平常会协助客户申请哪一类的这一个贷款？因为你除了做保险，你也会你也是做贷款的嘛，房屋贷款的嘛。主要我是做房贷款来。对。因为我们是有跟13家马来西亚的不同的银行合作。OK， 所以只要我们是从贷款那边进入。OK， 然后往往就是通常我们就是帮顾客成功贷款了过后呢，我们就会推荐顾客 OK， 你需要哪一个保险 OK 来保障你的家人。这样子咯。对。这个房产贷款的这个保险呢，分为多少种？通常都是分为2大种类。第一种呢就是 MRTA。MR OK reducing。OK， 另外一种呢就是 ML leverage。OK， 就是 MRTA 和 MLTA 了。那你可不可以简单的讲解一下 MRTA 和 MLTA 它们之间的差别？它们核心的差别是在哪里？OK，so 基本上呢，网上应该是很多类似这样子的compare 的一个 table 了。OK， 不过我就大概的讲解一下。OK，MRTA 呢，首先我们就讲它的 premium 先，它的保费。OK，so MRTA、MLTA 我要补充一点啊，他们2个都是属于 cover 人寿。OK， 跟终身残废的保险了。OK， 这个还有我就补回去刚才的那一个 MRTA。OK，MRTA 的 premium 呢，就是你要一次性的给完。OK， 第二个呢，就是 OK， 它的保障呢是 reducing terms。就是讲它会每一年减少。就是 MRTA 它是会每一年 reducing 嘛，每一年减少。然后它的那个 account value 呢，就是你投了这个钱进去，它会有一个 account value， 也是会每一年减少的。总之它就是每一年减少。就简单来讲，就是你欠多少钱，它就 cover 你多少钱这样的。如果有买full cover 的话。OK。然后就是这个 loan 呢，它是跟银行 link 在一起了，就是跟你的贷款是绑在一起了的。所以如果说in future OK， 你把这个现在原有的屋子如果 settle 掉，或者是你卖掉，要买一间新的屋子，那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再买多一个新的保障了。它不可以做 any 的 transfer。OK，so MLTA 呢，要讲 LTA，OK， 它的保费就是你可以选择以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年，或者是 by quarterly、half yearly，OK， 自己自由性的选择怎样去偿还。OK，compare with 刚才的 MRTA 一次性，这个就是它的区别了。OK，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保障是 leverage 嘛，就是说它每一年的保障都是一样的。打个比如说，好像说这个房贷款的年份是30年的话，OK， 它就是这30年它的保额都是一样。OK， 就是讲它保障500千第一年，OK， 到30年它都是保障500千，因为你的贷款还剩下一个100千，有什么事情发生，它还是一样的赔这个500千出来 settle 你那100千，剩下的400千呢就给回你的家人。OK， 然后这个MLTA 呢就没有跟银行的贷款捆绑在一起。OK， 所以呢，如果说 in future 你 settle 了这间原有的屋子，你再买多一间，到时候你可以用回现在的这个 MLTA。就是可以做 transfer。可以搬移去下一个。对了。OK， 好。那除了这2个，还有一个东西需要补充，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个 account value，MRTA 是每一年跌。OK，MLTA 呢是每一年持续上涨的。所以说，如果讲这个顾客他可能
偿还这个贷款和这个保险，可能20年、30年，他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这样子到那个年份 ，OK， 他可以在这个保险里面拿回certain的那一个 car value，分分钟是可以 cover 回他之前所还过的全部的保费。OK，好，就是这样子。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MLTA 的话哈，如果说真的这一个受保人，他发生什么事之后，这一个房子就你是说是全数帮他cover对吗？然后会不会有其他的东西的钱赔偿？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 investment link？就是说可能他残障了那个保险也会再加多一些生活费给他这样子的，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可以附加这些 rider。可以附加，就是 rider 啦。对，他除了 cover 他人寿跟终身残费，其实你还可以加疾病。疾病跟意外这一些。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是会推荐顾客 ，OK， 其实现在除了生死啦 ，OK，死亡跟终身残废这样子的风险，其实还有一个风险就是 before that 还没有去到那一个 stage， 还没有去到死亡的 stage，OK， 讲白一点，这样子可能就是生病先来先了。这样子如果是讲任何的严重疾病 ，OK， 如果真的是这么不好彩 ，OK， 让我们遇上了 ，OK， 这样子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可能导致无法工作，需要时间来治疗。这样子那段时间物质也是要供，对吗？对。这样子如果收入停止了，怎么去供呢？所以也是可以附加这样子的 rider 在这些保险里面，就是讲，万一真的是疾病来到了 ，OK，也是有一个钱可以让我的生活费持续可以给，这样子。而那个 MRTA 是不可以加这些什么 rider 的，对吗？MRTA 的话就比较有 limit 的，MRTA 都可以加的，只是看那个 product 的那一个 feature 了。OK， 所以通常这一些房屋贷款的人，会不会加这一些疾病需要吗？如果那个顾客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有价值的话，他就会愿意了。如果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没有价值的话，不要讲加 rider， 有时都不要买。就好像 Brian， 我们平时我们自己会买这个medical card， 对，然后你说的那个疾病的，以前是36种疾病嘛，现在应该是40多种了，对吧？100多种也有，100多种也有，其实也是基本上是跟那36种疾病有关联的了。最重要的那几种疾病啦，对，就比如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心脏病啊、最主要的 cancer 啊这些。OK， 所以就是说也是要看那个客户他本身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些保险，然后他们已经是不需要再买了。到时候我们会跟他做一个分析了。你会帮他做整个 report， 整个分析，帮他 review 一下咯。review 一下，看他需不需要。还是怎么？对。OK， 好，实在太好了。所以通常你们会建议客户拿 MRTA 或者 MLTA？基本上他有拿就好了，就是对他有帮助。OK， 然后你说 MRTA 跟 MLTA 呢，基本上就是我会比较在意一个东西，就是它有没有 cover， 就是完全的保障这个顾客。因为通常就是保险嘛，我们不可以有一个定的价格，来给顾客知道它大概是多少的价格，因为由年龄还有情况而定。顾客本身的年龄就是你应该是大概也了解，就是越年轻的就可能越便宜了。对，越老的就肯定风险越高，就越贵嘛。或者是本身的行业职业风险比较高的，可能也是会影响到那一个保费。OK，所以就是如果说那一个保障是可以完全让顾客不需要承担这个风险的，那它就是一个好的保险。讲真的 MR 的话呢，我会觉得 MRTA 啦，我本身会觉得比较适合年轻的顾客，就可能刚刚出来社会第一次买屋子，可能25岁里面的，然后他买的房子也不需要太贵，不会太贵了。OK， 因为银行他们会把这个 MRTA 的通常啦，MRTA 的费用借在这个贷款里面。OK， 可是如果费用太高的话呢，银行就不可以完全的 finance 在那个 loan 里面。OK， 就导致到他没有这个完全的保障。可是年轻的一辈，可能你说一个500
500千的一个贷款，可能他的保费只是需要一个10多千，maybe 15千这样子，他就可以把它加在那个贷款里面呢，就导致他有一个full coverage，这样子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啦。OK， 可是 MLTA 的话呢，它就需要每个月去供。其实各有各的价值，因为 MLTA 你供到最后呢，就是可能你不怎么亏钱。如果说第一次买房子的年轻人，他们是完全没有买过任何的保险，比如说 medical card 啊，什么几十种疾病的那种 insurance 啊，那你会直接的建议他们拿 MLTA 吗？我不会引诱他们买，OK， 我不会引诱他们买，可是我会给他们了解，OK，这个保障的价值，所以让他们了解就是不同的那一个保险，比如讲 MRTA、MLTA，哪一个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OK， 所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然后就based on他们的 finance。based on他们的对这个东西的价值了，对这个东西的价值，让他们看到它的重要性这样子。OK， 好，说得很好，不能引诱啊。如果那个房贷是贷款5年至10年的，你会觉得 MLTA 或者 MRTA 比较适合？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OK， 我个人会觉得这个顾客如果是讲5到10年他就转让，或者是再买过新的房产的话，这样子我个人会比较建议 MLTA。第二个我讲过，就是 MLTA 是可以做 transfer，就是讲 OK， 现在你5到10年你就 set 到这个贷款，这样如果你下次再去购买别的房屋的时候，你就可以以之前的那一个 MLTA 来作为保障。如果你拿 MRTA 的话呢，就需要重新再买过。你说的没错。Brian，至于将要计划申请这个房屋贷款的人你有什么简单的建议给他们？简单的建议就所有的贷款记得准时还钱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他们有汽车贷款，有 PT、PTN， 有对，一定要准时还钱了。因为银行when你申请贷款的时候呢，也会看那个我们说的 secret 的东西，来看你这一整年的那个还贷的态度如何对，所以一定要准时还钱了。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有信用卡的话呢，就不要用太多的那个信用卡了，最好不要那个卡的 outstanding 不要超过你的卡的78%。我觉得最好就是每一个月都好好的每个月还清就是最好的。对，然后最后的就是也建议大家就是不妨就是申请贷款之前也了解一下这个房屋的保险啦。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房屋的贷款，毕竟不是一个短年份的东西。因为一贷款下去呢，可能就是一个30年、35年，我们都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期间，对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对吗？对，生老病死。是吗？So， 来到视频的最后了，还有什么要说吗？大致上都说完了，都说完了。还是我们还有下一集？OK，下一集再分享。好，那你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Brian sharing 的话，你们可以打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OK， 那视频的最后记得什么？点赞、关注、收藏和评论区。不是，应该是说还有什么？记得点赞、分享、订阅。OK， 好了，拜拜。拜拜。